啊！我说你这个狐狸精，呸！说你是狐狸精，还真糟蹋狐狸。我说你啊，你怎么是这么个东西？你是我大长学妹，想当初你一天到晚跑到我们家来蹭饭吃，赖在我们家不肯走。我爸我妈是怎么对你的啊？我当时是怎么对你好的？没想到你反过头来居然抢她的丈夫，这个。谁抢你丈夫了？是你姐夫不争气，是你姐夫爱上我。你姐夫嫌你姐姐是黄脸婆。你看看这个公司能没有我吗？如果不能没有我的话，公司早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明不明白啊？我不明白。你给我把他出事叫出来，叫出来！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我去哪儿找他？红灯啊！救命啊！站住！不是。小飞，小飞，你在干什么？畜生！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无耻！先是抛弃我大姐，这会儿你竟然还想去法院告她！小飞，我没有。妹妹，你说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那是你妈的意思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那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够阻止我吗？去找律师函，发律师函。这公司本来就有法律顾问，发个律师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洪德，那个孩子我还受不了呢。他那么调皮捣蛋，你要是真把他领回来，我也受够了。你别往这演戏了，你们两个都是守黄瓜的，才拍。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你冷静一下，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！先是用下三滥的手段欺骗我姐，跟你假离婚，我跟你算账的！啊！你是？伯母，您好，我是嘉佑的哥哥刘嘉诚，您还有印象吗？啊，你就是刘主任吧？啊？伯母，别叫什么主任。既然我弟弟娶了您的女儿，算起来我们应该是一家人。对对对，那我应该叫你大哥。来，大哥，快请屋里坐，屋里坐。老头儿，快来看，你看谁来了？这位是？哎呀，就是嘉佑的大哥。伯父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谢谢你照顾我的外孙洪亮，也谢谢你照顾我的女儿映雪，真的很感谢你啊。伯父，其实您不用那么客气。对呀，客气什么呀？都一家人，快进屋坐。快请坐。来，我给你倒水啊。来，请坐。刘主任，你可是稀客啊。伯父，既然是一家人，不要叫什么主任了，叫我嘉诚就好。好，嘉诚啊，你今天到我家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伯父，前2天呢，我去北京出差了。等我回到医院一看，是不是洪亮已经出院了？是啊。来，喝水。哎呀，今天呀才出院呀，这不刚办完手续就回来了。那亮亮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是不是好多了？哎呀，好多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照顾我们啊。别那么客气。哎，对了，映雪呢？他，哎呀，你不是外人，我直接跟你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映雪的这个离婚的老公啊，太不像话了，简直是，他居然呢发律师函跟我们抢我外孙子的抚养权。你说他这还是人吗？他啊，你给我评评这个理啊，大哥，你说他这个人过不过分呢？啊，过不过分？你说过不？你说话呀你！映雪啊，看到律师函之后就去洪泽评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女儿回来了，映雪啊！哎呀，映雪，你看谁来了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映雪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明白了，你上次陪我吃饭，意思呢是要和我道别。
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趁我出差的时候辞职呢？我真的想不明白。柳主任，叫我嘉诚。嘉诚，你说过我们是朋友。没错，我们是朋友。可既然我们是朋友，那么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开诚布公的谈呢？你真的不应该趁我不在医院的时候辞职离开的。作为朋友，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委屈，你都应该和我谈。是不是我家人或者是我太太逼你离开的？哦，没有，没有人逼我离开，是我自己觉得留在医院里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困扰。况且我暂时没有心情工作。丽姐，怎么会没有心思工作呢？要知道，现在你情夫要和你争夺孩子的抚养权，没有工作可不行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刚才伯父和伯母跟我说的。丽姐，如果他们要告你，那么在法院里你就要出示一份财务证明，证明你有能力来抚养这个孩子。所以你不能没有工作，也不能离开学儒医院。我离开学儒医院，并不代表我找不到工作。医院那么多，我可以去别处去找嘛。映雪，我们学儒医院不管是从设备上还是条件上，都是最好的，而且学儒医院会给你最好的保障。你为什么非要去别的医院？我真的不明白，我能有什么保障？我已经挺苦的了，嘉诚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我很感激，也很感谢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刚刚离过婚的女人，我的丈夫刚被别人抢走，我不想让别人说成我在抢别人的丈夫，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你懂吗？对不起啊。爸，刘雪，妈怎么了？呀，小飞呀，小飞他出事儿了呀！小飞出什么事儿了？丽雪，你是不是去找洪德了？是啊，我去跟洪德谈，他说他跟他妈妈商量，不跟我们争亮亮，关小飞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那小飞刚才来电话了，说去洪德公司了，他把洪德公司砸得乱七八糟的呀！砸洪德的公司？是啊，这小子不光是把洪德的公司砸了，而且把洪德的手都给打断了。对呀，都打断了他。什么？怎么，这老太婆真的生病了？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你说奇不奇怪啊？这老太婆的血压都升到200了，居然不死。哎，有点口德好不好？我当然有口德了，我只不过是把你心里所想的给说出来罢了。哼，我的心肠哪有你那么坏呀？得了吧，咱们俩半斤八两。谁跟你半斤八两？不过，你这次事情倒是做得蛮好的，我要重重的赏你。哎呀，这次啊，牺牲色相，也算值得。哼，想不到这个张小军居然生性放荡，你亲自出马，他就主动送上门来，让你亲着抱着。哎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把他弄到手的？其实呢，我们也没亲上，只是拍摄角度好。你是说，那照片是假的？也算不上是假的
只不过是我位置接的好。谁拍的？当然是我那个小弟阿顺拍的了。怎么样，像真的吧？反正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我照片已经给嘉佑了。现在我就等着看好戏了。我在看嘉佑和张小军要如何吵架，而我公公婆婆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这刘家的财产啊，我早晚都会弄到手的。你可是我的大客户。我真的希望你做事小心一点，千万别出差错，知道吗？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跟他们说我出来办点事情，不能待太久。而且啊，我还要回去照顾我那生病的婆婆呢。OK。来。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这眼里还有你这个妈呀？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妈，我昨天晚上有点应酬。您这是？我说嘉佑啊，你都是结过婚的人了，怎么还出去应酬呢？嗨，你可不能学你爸爸的样子。妈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昨天啊是跟几个老友小聚了一下，完了手机又没电了，回来有点晚。妈，您是有事没事？嗨，我没事儿，这医院不是我们家开的吗？再说你爸爸也会给我开最好的药给我吃，你妈妈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啊。妈，你哪儿话呀？死啊！您承认点是？加油。本来你的婚事呢，妈妈起初是不赞成的。不过小军嫁到我们家这几个月，也还算乖巧，对妈妈也很尊重。唉，你也知道，你哥哥的婚事是我一手做的主，这也足足让你妈妈为他操心了3年。所以你的婚事呢，妈妈就由你自己做主。妈，你来了。妈，你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嘉佑，既然小军来了，就让他来在这儿照顾我。你去忙你的吧。是啊，嘉佑，你忙吧，我照顾妈。小军，小军，啊，妈，什么事啊？我刚才啊问过嘉佑，他昨天晚上是和几个朋友去喝酒了，他是不是？哦，昨天晚上他是很晚才回来。小军，这男人在外面应酬，只要不过分，这做妻子的就不要管得太多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说了什么重的话？我看你们夫妻俩好像闹点小别扭。没有妈，我们之前没有闹别扭，只是昨天嘉佑他确实喝了很多酒，今天早上叫了好半天才醒来，差点来不及上班。没有就好。看看谁来了。啊。院长夫人，我特意来看你的。
愿你早日康复。你来就来嘛，还那么客气，坐吧。小军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陈凯文。凯文，这是我的二媳妇，叫张小军。原来是二公子的夫人啊，荣幸，荣幸。我给你们倒点水吧。凯文，你来有什么事儿吗？上次我推荐的几份保险手续我已经办好了。自从杨澜把你介绍给我认识，你为我办事情一直都很负责任，我对你也很放心。您的水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啊，夫人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您了。啊，我刚约个一个客户，你也知道，干保险经纪这行，实在是没办法。你好好的养病吧。好吧，小军啊，你送送凯文。那麻烦了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齐安静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会敲门吗？家佑，人家是要送病历进来给你的，怎么那么凶啊？放点出去。我才不要出去呢！齐安静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人家一进来就看你砰这么生气的，在发脾气啊！家佑，我从认识你到现在，你都是很温柔的，没有这么生气过啊。我生不生气跟你有关系吗？齐安静，放完病历表就走吧，好不好？我才不要走呢！我当然知道你生气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从来都不会惹你生气的，是吧？好好说话，好好说话。好啦，家佑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刚才生气是不是跟张小军有关啊？啊？胡说什么呢？我哪里胡说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刚才看到张小军啊？别张小军的，请你尊重一点，她是我太太。好，那你听好了，刚才啊，我看到你太太张小军跟一个男的呀，他们有说有笑的走出医院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我先回去。陈凯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，你这么拉扯会让人误会的。有什么好误会的？我们曾经是一对恋人，只是你选择了金钱和地位，嫁给了有钱医生罢了。你，凯文，我求求你，我希望你别再说以前的事情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跟我婆婆认识，但是你以后不要再来学乳医院了。怎么，学柔医院要倒闭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医院，竟然拒绝病人来看诊，那还维持得下去吗？学乳医院还是会收病人啊，只是你有病吗？你得的什么病啊？我当然有病，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和相思病，因为我无时无刻的不想念你，我没办法把你忘掉，我一闭上眼睛，
满脑子都是你。你觉得我是看精神科，还是神经科？够了，凯文，我求你不要破坏我的婚姻。如果你再这样逼我，我会选择坦白跟佳佑说清楚的。说清楚我们的过去吗？是啊，我跟你的过去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好，原来自从你认识他到结婚，从来都没提起过我，这说明你对他有所隐瞒。哎，快呀！加油，在那儿！你看，干嘛？等一下啦！为什么？哎呀，我们当然是要躲在这边，先看看他们两个有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啊！你出去就看不到了，啊，对不对？在这里看，哎。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张小娟，我们还会见面的。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他是谁？告诉我他是谁？他是一个朋友。一个朋友？一个什么朋友？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？他来干什么？是来看你的？他是来看你妈妈的，是你妈妈让我送他出来的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。可是刚刚在医院里头，我看到你跟那个男的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看起来像是认识好久的好朋友啊。田静，我一直在容忍你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哪里得寸进尺了？人家我只是好意关心啊。我谢谢你的好意，可这里是医院，你是一个护士，我需要你能做好护士的本分，别在这里乱嚼舌根。你还不快回去？哼！瑶瑶，他确实是你妈妈让我送他出来的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就去问你妈妈好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没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今天下午没班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刚才你们家门铃没有人开门，我想你大概是出来买东西了，所以我就在这等你。我给亮亮去买药了，他得上药。我来给他上药。亮亮，嘉诚叔叔。哎，亮亮乖，亮亮，告诉叔叔，好像没有啊。我好多了。妈妈天天照顾我，我就好得很快。亮亮，嘉诚叔叔说了，要亲自帮你换药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哎呦，嘉诚来啦！嬷嬷您好。哎，外婆，嘉诚叔叔亲自来给我换药。啊，是吗？哎呦，真是麻烦你了啊！哎，嬷嬷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来，咱们换药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洪德的律师事务所寄来的，那一张是你的，
一张是小飞的。我看呐，他们这洪家呀，8成是铁了心的，想要告你们姐弟俩呢。映雪啊，映雪，妈，哎呀，其实我知道啊，你这2天在外面跑，到处去打听那个洪德住哪家医院是吧？啊？我去他公司问，没一个人肯告诉我，都说不知道。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吧。你爸爸这2天也到处去找啊，找老朋友问，谁认识律师？可是，哎呦，可是什么？那律师都说了呀，这小飞打人呐，只要这个洪德一告一报案，那就是公诉罪呀，一定要坐大牢进监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撤都撤不了的呀。小飞这辈子就算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弟弟这辈子就完了啊！妈，你先别担心，小飞不会有事儿的啊。咱们可以找最好的律师啊，是不是？你找什么律师啊？啊，你哪有钱呢？你知道你爸爸这月挣多少钱工资吗？那1个月只能挣1半啊，上哪有钱呢？再说，你不是也没有工作了吗？啊！你怎么会说我没工作呢？女儿啊，你骗谁呀你？哪有请假请这么多天不上班的呀？啊！我都给你妹妹打电话了，她都告诉我，你离职，你离职了是不是？啊！哎呦，映雪呀，你说你都没有工作了啊，我们拿什么钱去打官司啊？怎么打呀？啊，怎么打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吵死我了呀！我会想办法的，妈。别哭了，别哭。哎呦，吵死我了呀！刚才你和伯母的谈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一直都没有工作，这可不行啊！等亮亮好一些，我就去找工作了。来得及吗？他们已经把律师函都寄到你家里了。映雪，这一次让我帮你吧。嘉诚，谢谢你。你要是真的拿我当朋友，我的事儿请你不要管。映雪，就因为我们是朋友，那么朋友之间就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互相伸出援手，不是吗？我的事儿你帮不了。我弟弟打人，就算请再好的律师，也没有办法帮他洗脱故意伤害的罪名。而我想得到亮亮的监护权，但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们家的条件也没有洪家好。我知道真要是打起官司，我也赢不了。更何况他们告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周，亮亮才出了车祸。我真是……映雪，那你现在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了？我想找洪德谈一谈，希望他不要把2件事告上法庭。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他应该会同意的。他不是那么狠心的人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如果他不狠心，怎么会舍弃和你的婚姻呢？如果他不狠心的话，那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律师函寄到你家里？
叶璇啊，不是我要逼你啊，只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最好还是回到学鲁医院，我可以在薪资上面呢帮你多报一些，提供一份好的财务证明，以便于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多回来2部分安全。嘉诚，我已经离开医院了，我是自愿提出辞职的，我没脸再回去。我就送你到这儿吧。映雪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一定要找我。你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，工作找到了吗？找工作，找到网吧去了。你怎么去网吧呢？啊？妈，我不过就是去了个网吧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们大惊小怪，啊？那报纸上、电视上一天到晚都在说别沉迷网吧，难道你听不见？哎呦，我说你们别老土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去网吧？我啊，不过就是去网吧打打游戏、上网，至于吗？再说了，这人还不得有点消遣呢？啊，消遣？我叫你去找工作，你却一心想着消遣，你有什么资格消遣？我有找工作的好不好？只不过这个工作啊，不是拉保险就是推销员。我跟你说啊，那种工作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对什么感兴趣？哎，当然是坐办公室啊！你想想看，坐办公室多好啊！我可以喝茶、上网，哎，还可以看看报纸、用用电脑。最主要的是，我可以穿上西装，打上领带，当一个高级白领才适合我嘛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吗？什么料自己不知道啊？当初就是不好好读书，害得我们厚着脸皮去求你老师，让你每门功课都勉强及格，才让你没留级。你要是去当白领，上班用不着2天，公司立马叫你滚蛋。我知道，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吧？你就是看不起我。你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飞呀，你怎么能跟你爸顶嘴呢？你爸说你啊，都是为你好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你们说的道理我也都明白。可是我求求你们，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好不好？整天都没个清静的时候。我们唠叨还不是为你好啊？要是哪一天你听不见我们唠叨了，那你就去坐牢了，你知道吗？老头儿，你别说话了你。我为什么说？我就是要告诉这个逆子，洪家都已经把李世涵寄到家里来了。我还告诉你，他们只要一报警，一上法院，你犯的就是重伤害罪，到时候你就去牢里吃牢饭吧。妈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李世涵都寄过来了。我不能坐牢，我绝对不能坐牢。妈，我不能坐牢啊！妈知道你不想坐牢。我和你爸也着急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爸到处去拜托朋友，都是为了你，你还跟你爸顶撞，你真不懂事你。妈，爸，爸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现在知道自己错了，可当初爸爸跟你说的，为什么不听？爸，
我保证，只要这次我没事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定都听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他们，我到处都求过，谁也帮不上。现在唯一希望的，就是洪家不再追求。可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如果这两个畜生坚持要告我的话，你又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我现在就去宰了他们！你混蛋！你别打！你把人家打得还不够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过去，人家一报警，立刻把你抓起来，我看你还嘴硬！飞呀，你别冲动啊！我和你爸呀都很烦恼啊，就连你大姐都烦恼。妈，大姐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？哎呀，你大姐她有什么办法呀？她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你知道，她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，她还担心那亮亮被人抢走呢。哎，妈，咱们不是还有二姐吗？我们去找二姐。小军，小军，二姐，你们怎么来医院了？有急事儿，不得不来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关于小飞的事儿吗？小飞，二姐，你救救我吧！救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也知道啊，小飞呀，把洪德打伤的事儿吧？我知道。人家现在洪家呀，要准备告小飞重伤害呢。他们要告我，那我们也可以告回去啊！哎呀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这打官司需要钱呐，我上哪儿钱呐？哪弄钱去？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二姐，你看姐夫他们家就这么大的医院，一定有很多法律顾问，而且你公公就是刘院长，他认识那么多朋友，他一定认识很多律师，说不定连法官也认识呢。你看能不能够让你公公出个面，帮忙把这官司给压下来呀？啊，是啊。哎，小军，咱们张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，如果小飞要进监狱的话，那咱们张家也没面子，就连你们刘家，那面子也挂不住吧？啊，所以我和小飞找你啊，就是想请你，能不能请你公公出面，帮助我们解决小飞的事啊？啊，这忙我可能帮不了。怎么帮不了啊？啊，为什么呀？妈，你看我才刚进去刘家，我跟他们说不上话，我真的是你真的是什么呀你啊？你真的是看小飞去坐牢吗？真的要看你大姐被洪家告上法庭吗？洪家要告姐？是啊，他要告你大姐，说对亮亮照顾不周，导致亮亮被车撞到，还要跟你大姐争亮亮的抚养权呢。他们家真是太过分了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嘛！你也知道他们家欺人太甚呐，啊，所以咱们家现在呀，上上下下就指望你了。如果你要是再不出面帮助我们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？啊，二姐，你不会是有了富婆家就忘了穷娘家吧？小飞，你别乱说话。小飞说的没错，小军，你是不是嫁给嘉佑以后，你就看不起你的亲爹亲妈了你？啊，妈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为什么不答应帮忙呢？啊，你倒是出面呢你啊！哎呀，我不是不帮忙，我这……二姐，你好歹也去说说看吧。你说都不肯说，你分明就是不想帮忙。小军，你不帮忙是吧？啊？好，你不帮忙，我无话可说了。小飞，我们走，我们不求他。哎，妈，我不是不帮你们，
我怎么能告诉你们，我公公跟我婆婆最近闹得很僵，我根本就插不上话啊！而且最近嘉佑对我的态度变得很奇怪，我每天就有一大堆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，我。我知道了，你等一下。哎，安静啊，这个送给你。送给我啊？这是今年最流行的丝巾，我知道你爱漂亮，所以买了一条送给你。这是名牌的，一定很贵哦。好漂亮啊！谢谢主任，漂亮。不客气。安静，这袋子里面还有一张照片，你不顺便拿出来看一下吗？哦。主任，这个不是……这照片不是我给你的，你也不是从我这里拿的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这张照片啊，是人家给我的，跟主任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哼，现在呀，有了这个女人在外面偷汉子的证据，我可以马上拿去给我的嘉佑看。等一下，这张照片你只能在医院里面偷偷流传，如果你拿去给嘉佑看，人家不就知道是你告的密？到时候你还想在医院混下去吗？对呀，还是主任你聪明啊！主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主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主任啊。张小军，我看你如何解决这件事情。爸，我到处打听，还是没有问到洪德被送进哪家医院了。洪德已经离开医院了。离开医院了？那他会去哪儿呢？他已经回家了。回家了。映雪，是你？洪德，洪德，对不起啊，我听说是你不让他们报警的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映雪，你可真可以啊！一方面你来找我说，一方面你竟然叫你的弟弟来打我。我就是来替小飞向你道歉的。道歉就不必了，而且如果把我打死了，不是更好吗？你不就正好可以和你的新恋人好好的谈情说爱了，不是吗？我的恋人？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，那个学儒医院的刘主任，是不是你的新男朋友？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我才没有胡说八道呢，是我亲眼看见你和他在医院里面卿卿我我。张雨雪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和那个男的混在一起了？我请你说话放干净一点。我跟你结婚6年来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小飞打人是他不对，我是来替小飞向你道歉的。这个先不说。那好，那你告诉我，那个姓刘的到底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处处的护着你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至于我的私事，你没有必要操心，我也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能够接受你这么快就有新的男朋友。哎。
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是诚心诚意替小飞来向你道歉的。不必了，洪德啊，你这全身都是伤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赶快回屋里去休息。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出去！现在马上出去！我是来替小飞向你们道歉的，请不要将小飞告上法庭。你休想！不止洪德要告他，美美也要告他。这个小流氓真是胆大包天，男的打，女的也打。还好我不在，要不然他是不是连我也打呀？小飞打人是他不对，可他真的不是有意的，他只是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一时冲动就把洪德的手给打断了。他要是真心想打人，那不是打死人了吗？张映雪，我告诉你，张小飞这个牢是坐定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妈，求你了，看在这6年来，我一直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，照顾您的份上，要告小飞，你让我怎么赔罪都行。妈，好，这话是你说的，你要我们不告他也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您说。把洪亮送回来。不行，不行，除非把洪亮送回来，否则我不但要向法院主张洪亮的监护权，洪德跟美美也会告你弟弟重伤害。张映雪，我相信这2个官司打下来，没有一个是你有胜算的。你好好想清楚，3天之内就把洪亮送回来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妈，你这是在逼我呀！我逼你又怎么样？如果我不逼你，我们洪家的子孙岂不是要流落在外？跟着你，早晚有一天要叫别人爸爸。张映雪，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们可以再生嘛。我洪家的骨肉绝对不可能让给你。我告诉你，3天之内我就上门去带孩子。如果你不把洪亮给我，我一定会告到底。我让你弟弟坐1辈子牢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这样。映雪，你别这样，你起来。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妈，我求你，你给我出去！我求出去！你闭嘴！出去！出去！妈，给我出去！妈，出去！妈，你别这样！出去！妈，别跟我抢亮亮，妈，你开门吧，我不能没有亮，我不能没有亮亮，妈。3天之内我就上门去带孩子。如果你不把洪亮给我，我一定会告到底。我让你弟弟坐1辈子牢。老天爷，我怎么办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
房间呀？就在客厅吗？妈，我有啊，只是我刚刚睡醒想喝水，却找不到妈妈，所以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你。没想到我又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妈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映雪呀，你怎么浑身都湿透了呀？啊，快起来去换衣服，要感冒的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哎，快！啊，真是。妈妈。你是不是去找过洪德了？是委屈了？别难过，事情总会解决的。妈，他们偏得要亮亮。好了，啊，别哭了。其实啊，我已经拜托过小军了，可是，哎呀。如今啊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飞，他是我们张家唯一的男丁，延续张家的香火，必须他是一肩扛起的。哎呀，再说小飞现在呀，要刚毕业，工作也没个着落，又吃上了官司。要是他被判刑，那就得进监狱呀。那他以后的大好前途，不就全部葬送了吗？所以你说我这个当妈妈的如何是好？怎么办呢？哭了，好了。警察先生，警察先生，你们为什么抓我儿子啊？警察先生，你们不要抓我儿子啊！妈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。凶杀案件，现在我们带他回所里进行调查。小飞，小飞，小飞，儿子，小飞！大姐，大姐救我！大姐救我！我竟然梦见小飞被警察抓走，爸妈那么难过。爸爸，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怎么跟他们争亮亮呢？看来洪家对我是恩断义绝了。我如果不把洪亮送回去，他们一定会把小飞告到底。小飞才刚毕业，大好的前程在等着他。万一败诉，小飞肯定被关，那他的人生就完了。上次亮亮出车祸的事儿，他们告我疏于管教孩子，没能尽到监护人的责任。而我现在又没有工作，这场官司我胜算不大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？
爱你。月亮妈妈不但不放弃。英雪，这位是张律师。你好，张小姐。你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吗？只要你们真的不告小飞，那我愿意放弃亮亮的监护权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也答应你不告你弟弟了。对了，那什么时候你把洪亮交给我？我看这样吧，3天之后，3天之后，你就把洪亮交给我。什么？3天？映雪，3天之后，我就带着和解书让你签一签，你顺便把洪亮交给我。如此一来，你弟弟就不用坐牢了，啊？
恐龙母子，就像是我们一样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没怎么样，妈妈高兴。既然喜欢，那妈妈就给亮亮买下来，好吗？好。妈妈，为什么今天带我出来逛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给我啊？因为亮亮不是长高了吗？亮亮长高了，有好多衣服都穿不了了，妈妈就要给亮亮买新的。妈妈，可是你这几天都没有去上班，你的钱……亮亮不用担心，妈妈还有好多钱呢。为了亮亮啊，妈妈要赚更多的钱。妈妈，这两对恐龙母子好可爱，好看吧？那你看，这个是妈妈是不是？是。那亮亮留着，每天要带在身边哦。妈妈觉得呀，这个小的就是亮亮，妈妈留在身边，等到妈妈想亮亮的时候，就拿出来看一看。那亮亮想妈妈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大的拿出来看看它，就像看到妈妈一样，好不好？可是亮亮每天能见到妈妈，为什么还要看娃娃呢？亮亮不是要上幼儿园吗？过一段时间又要上小学了呀，妈妈总不能每时每刻都在亮亮身边呀。是不是？哦，那我把这个娃娃放在书包里好不好？好。薛如啊，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大力支持。你真是太客气了，咱们是好朋友。有你们学儒医院和我们家园医院强强联手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不孕的患者来我们医院了解胚胎移植的技术。你说的没错啊，我们学儒医院啊是为了救死扶伤，而你们呢是为那些不育的真正的家庭呢解决那些困难。我们都是为大众服务嘛。你看你一开口就不一样，真不愧是我们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啊！别再夸我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医院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是这样的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前几天跟我说过，你的大公子，他的夫人身体不舒服，有试管婴儿指症，那为什么不来我们医院试一下呢？这样也正好圆你们老两口的一个愿望，早日抱孙子。这个嘛，是这样。我的儿媳妇呢，她确实体质不好，可是我的大儿子那边呢也有点问题。你看他们这种情况可以吗？哪有什么问题呀？只要他们同意来到我们医院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你还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我怎么能不相信你们呢？你们家园医院的试管婴儿技术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。只是这件事情我还得跟他们两个人商量一下。那就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这个老朋友早日帮你完成这个抱孙子的愿望。好，我回去以后啊，征求一下我儿子和儿媳妇的意见，然后我再电话通知你，好吗？好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随时给我电话，我马上安排。好。哎呦，你看，光和你说话了，这几点了？我还得赶飞机呢。不急，车子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这就送你过去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请。映雪，我要去买菜，你陪我去吧。哦，我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亮亮呢？亮亮在房间玩呢。亮亮不上学，让他陪我去。哎，别，怎么了？我还得陪亮亮做功课呢。哈哈，那好，你陪着他啊，我买菜就回来了啊。
今天是第3天了，他们要我把亮亮送过去，可是我真舍不得亮亮，我不想要儿子离开我。老天爷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该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们约好第3天的日子，我是来带亮亮回去的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张映雪，我们遵守。和解书我带来了，你看看，就赶快签了吧。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，只要你放弃亮亮的监护权，我们就不去法院起诉你弟弟。看清楚，看清楚就赶快签字吧。为了你弟弟，你就赶快签吧。不想让你弟弟蹲监狱的话，你就赶快签吧。签啊，快给我签呐！你是不是想让你弟弟坐牢啊？签呐，签呐！赶快签啊！你是不是想让你弟弟坐牢啊？签呐！签好了吧？啊，签好了，亮亮就是我们的了。我已经把亮亮给你们了，可不可以再给我1个星期的时间呀？1个星期之后，我会把亮亮送过去的。1个星期？张映雪，你只知道你想念你的儿子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个做奶奶的更想念我的孙子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亮亮。亮亮，亮亮，奶奶，亮亮，哎呦，跟奶奶回家去了啊！亮亮，跟阿姨走。我不要跟你走，妈妈。亮，走，别这样，你们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们这样会吓着孩子的。我回头把亮亮送过去还不行吗？你现在已经舍不得亮亮了，你还会舍得把亮亮送回去吗？亮亮啊！亮亮，开车。亮亮，亮亮。